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从小看世界杯就超爱德国队，等了超过20年，今天终于站上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安联球场。超级感谢小猪帮我安排这趟圆梦之旅。我把整个现场观赛的过程体验全都用影片记录下来。如果你也想知道进场观看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，那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。早安，慕尼黑的第3天。今天有一个我很期待的行程，就是我们要去看德甲的足球比赛。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安联球场，整趟欧洲自由行最期待的前3名的行程之一。其实比赛呢是下午跟晚上，早上还是会继续再找一些地方去逛逛走走。小猪导游，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们先逛完一些室外景点，然后再去室内景点。国会皇宫好像网络上说好像大概2到3个小时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收藏。参观完了慕尼黑王宫，这真的超值得。你们有来慕尼黑的话，建议把这个行程排进去。现在时间是差不多12点半吧，我们要来搭地铁去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安联球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地铁买票，我们应该是选 single ticket， 可以选那个路线，可以用电子支付。2个人 single ticket 是8.2欧，可以。感应应该就是可以的，这样就顺利买到票了。来，我们的票长这样子，这个票啊，经过它的时候，把它插进去，正面这个进去，要给01，应该是2月1号，然后12点45分这样子。走吧。这也是我的地铁初体验，人也是蛮多的。我们要上车喽。我们搭 U6 线大概差不多15分钟左右吧。FRO 开头的这一站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足球的标示，要走出口 A 跟 B。地铁上面呢，很多球迷今天也都是跟我们一样要来看比赛的。有没有看到安联球场就在那边？没有算很近，真的要预留一些时间提早来。基本上来到这一站，只要在比赛当天，大家几乎都是要去看比赛的，就跟着人潮走。在场外先买个热的东西来吃，肚子好饿哦。然后我这个是6.5欧，小猪的这个是5欧。这边很有趣哦，就是我刚才问他说可不可以用信用卡付，他说要超过10欧元才可以。超多足球迷要进场看比赛，围巾围起来了。进入主场就是要有一点东西帮他们在地的球队加油。小猪，你知道足球在欧洲就是他们的日常。真的吗？看一场足球，喝个啤酒，那果然不适合我。这边有很多餐车，可以再买东西吃。我很喜欢这种职业球赛的氛围。进到球场里面了，前面就是球场了。太赞了！拜仁慕尼黑的主场，今天的位置第17排，5号跟6号。球场的2边都有这种大荧幕，然后看起来是还有1个小时半比赛才会开始。水平线上面看球场是长这样子，这大概是我最贴近球场的时候了。拜仁慕尼黑的帽子，而且他很棒，他穿红色的衣服，耶！草皮在比赛前也是要洒水的。客队的球员出来练球而已，就超大的嘘声。Harry Kane。真的看过去这样好壮观。
Der Torschütze und für Nummer 9, Harry! Hey! Danke! 开完球场之后，就来贩卖部了。这边可以继续买点东西来吃。这个德国姐好特别，我们点了一个，再点一杯咖啡，喝点热的，好大哦，这个。开赛没多久就进球了。Nummer 25, the one and only Thomas Müller! 太扯了！不会吧？时间到，时间到！拜仁4-3赢球。Wir sind in der Heimreise nach Kiel. Euch allen. 晚上安联球场就点灯了，有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红色的，蛮漂亮的。今天非常开心，观看一场真正的欧洲甲级联赛。刚好这次来德国，他们也有赛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那一定要想办法买到票。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被小猪知道嘛，小猪就好像有一次前同事聚餐的时候就有聊到这件事情，然后他的前同事就跟我们讲说，你可以去一个网站，它上面有很多这种运动赛事的门票，就是 VRGoGo， 不是业配，这只是我个人就是亲自在上面买门票的一个经历分享，看到了一个自己能够负担的价格，虽然说还是很贵不便宜。去
年的12月的时候，很顺利的，就是把今天2月1号的门票，就是在网络上做下订的动作。接下来就是你要等待配发电子门票给你，差不多是在比赛开始前的24小时之内，我的 email 就收到这个电子门票。你到时候就是用这电子门票，然后去通关这样子。以上大概就是我买票的一个过程。但是这个东西我有稍微爬一下文，它有点像是可能有别人释出票券丢上网去卖，就是卖家可能自己有稍微拉高一点价格。至少我这次觉得我的观赛体验是非常好的。大家有在关注足球的话，一定知道说德国甲级联赛的龙头就是拜仁慕尼黑。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德国国家队的一些球员的，也都是在拜仁慕尼黑里面，门将 Neuer 或者是 Thomas Müller， 他现在还有在踢，虽然已经不是先发，不过今天很开心有看到他有上场，内心也是满满的感动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第一次去不懂，就是有背一个大包包，因为就是在球场那边，你如果包包太大的话，安检人员是不会让你进去的，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寄放包包的地方，就是他会写一个 service， 然后阿拉伯数字3，那个地方就是才有可以寄放包包的服务。你每寄放一个包包的话，他就会跟你收2欧元，其实2欧元也不少钱。像我们吃一个热狗堡就是3欧元，就我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尽量是轻便啊，就是只要把钱包、护照、手机、重要东西放在身上。还有一个，我原本想说就看球赛嘛，怕会口渴，我还自己带一瓶矿泉水。结果到那边他说不能带矿泉水进去，你在门口把它喝完或是倒掉。所以就是我把它整瓶给下掉，不要浪费那个水。可能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进去球场里面消费。那说实话，在球场里面消费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须的，因为体验球赛嘛，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，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餐车或小摊位有卖热狗堡，就直接在那边吃。其实外面的价格跟球场里面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早点进到球场里面去体验一下，就是即将要观赛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。因为你都花那么贵的门票嘛，早点进去享受一下这个设施，趁还没有很多人的时候，赶快这边拍照。像我们这次很特别，早点入座在那边拍照的时候，我只是想要录一下主持人在讲什么，然后突然就被场边摄影师给 cue 到了。然后就在那个他们的电视墙上面留下了一个蛮值得纪念的一个合影，我自己觉得是很开心，因为我跟我妹都是从小就一直看德国的国家队长大的，她也很喜欢 Thomas Müller， 然后这次可以看到 Thomas Müller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能够在他退休前来到现场看他一次，我觉得真的是满足了。其实在现场看足球比赛，我觉得还有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现场通常都会有一些足球俱乐部的球迷，你就会发现到主场的球队会有一区的球迷非常热情，他几乎是跳整场喊整场。看这个画面就可以知道说，欧洲对于足球的狂热真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日常。拜仁这边的话，通常他们在主场开始之前介绍球员，我觉得也是蛮酷的。主持人他就会先讲就是球员的名字，主场的球迷他就会再大声一起喊这个球员的姓。整场我就觉得跟大家一起喊，然后进球怎么样一起开心。进球的时候我们会拿围巾出来甩，这个氛围就是隔着荧幕看比赛就是感受不到。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哦，你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就好，那你还可以听到球评在讲解啊，确实你们讲的没错。但是你进到现场去看比赛又是另外一种体验，这个感受只有进场去看比赛的人才会知道。有在看这支影片的人，你们应该都是对进场去看球有一点想法。那我这次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趁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。如果你有对一些现场看比赛有一些什么想法，或者是你也有什么经验的话，欢迎在留言区这边我们一起讨论，彼此交换一些想法跟意见。经验交流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。那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